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大家好，欢迎来到禅悟。在这个人心难测、感情淡薄的年代，男女之间的婚恋矛盾愈发变得尖锐。结婚前，男女双方会为了某些现实的利益问题而争执；结婚后，男女双方会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闹矛盾，比如说观念冲突、金钱物质矛盾、生活习惯存在差异等等。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是所欲非良人导致的。它不是你的菜，你非要吃掉它，那你绝对会肠胃不舒服，甚至拉肚子。婚姻并不是拉郎配那么简单，而是各种条件、关系、综合实力的考量。对方跟你差不多，自然婚姻幸福；对方跟你差距太大，只会导致婚姻的悲剧。身为父母，对于孩子的婚姻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求快。求快是没有好结果的。要告诉你的子女，结婚找对象绝对不能找这几种家庭。一，不能找需要扶贫的家庭。有一种让双方都痛苦的婚姻，扶贫式婚姻。所谓扶贫式婚姻，指的是有钱的一方帮扶没钱的一方，而没钱的一方习以为常，死死咬住有钱的一方不放，成为了吸血鬼，让关系变得紧张。扶贫式婚姻也可以理解为吸血鬼式婚姻。有点家底，而 B 特别贫穷，结婚后 B 直接吸血，让 A 也重返贫穷。如果父母是城市人，有点家底，那孩子找对象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孩子找需要扶贫的家庭，否则你所拥有的家底都会被别人吃干抹净。怎么理解呢？有些吸血鬼的家庭就是为了吸有钱家庭的血，才让孩子物色对象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劳而获。家庭有多少实力，就找多少实力的亲家，实力相差太大，终究会矛盾重重。二，不能找有要求而不付出的家庭。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容易感性化，或者说是感情上头，被异性牵着鼻子走，成为了付出且却毫无收获的一方。这就是所谓的感情破，意思是一方通过言语的洗脑、打压、引诱去控制另一方，让另一方乖乖听话。举两个例子，一个女孩被一个长得还行的男孩哄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还自荐枕席了。可一夜情后，别人就翻脸不认人，女孩终究错付了。一个男孩被一个样貌过得去的女孩吃得死死的，要钱给钱，宁愿贷款养女友，也不舍得吃顿好的。可利用完后，别人就翻脸不认人，男孩啥都得不到。这就是典型的付出而毫无收获，甚至亏了。现在的人心眼太多，城府太深，有可能将你吃干抹净后，你才恍然大悟。不论孩子多爱某个异性，如果对方只有要求，而没有任何的付出，却总是要求你的孩子付出，那你就能判定别人只是在玩你的孩子，而不是爱你的孩子。三，不能找得寸进尺的家庭。接触过一个案例，某男方家庭跟女方家庭订婚后，女方家庭突然就坐地起价，要求这里多几十万，那里买个房子加名字。男方家庭犹豫了，都是普通人，哪有能耐再多给几十万，再买一套房子呢？结果这两个家庭不欢而散。其实这两者分开是正确的，别人坐地起价，说明根本不在乎感情，只在乎所谓的利益。而利益的婚姻始终是不幸福也不长久的。更重要的是，婚前对方就敢得寸进尺，等结婚之后，这种得寸进尺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人之欲望终究会膨胀。不少父母都认为只要将就一下就过去了，殊不知这一刻的将就只会换来别人的蹬鼻子上脸，欺软怕硬。
婚姻求的是质量，而不是将就。远离得寸进尺的家庭，对任何人都有好处。4. 不能找瞧不起人的家庭。接触过一个案例，某女孩到男方家庭见父母，男方家庭的父母一看到女孩进门，就给她各种脸色看。尤其是男方家庭的母亲，还没有客套几句，就提出了各种家规要求。女孩听到后就感觉不太舒服。事后，女孩才发现，男方的父母觉得她来自于农村家庭，出身不好，就不太尊重她。在一番权衡后，双方还是分手了，各走各路。一开始就瞧不起你的家庭，未来等有关系了，别人依旧会瞧不起你，认为自己高你一等。如此，你的处境不就卑微了吗？结婚就该找势均力敌、相互尊重的家庭。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双方都保持一定的风度，明面上的关系才不会差到哪里去。遇不到合适的人，那就选择高质量单身。如果勉强跟不合适的人在一起，婚后两个家庭的孩子、父母终究会后悔、痛苦、抱怨一辈子。在选择伴侣时，除了关注性格、才华和品行，还要深入了解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4种不良家庭环境包括家庭关系复杂、不忠不孝、道德观念混乱和懒惰成性，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家庭的负面影响并非完全不可逆转，通过个人努力和社会支持，可以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婚姻和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为儿女寻找配偶时，除了考察对方的性格、才华和品行，还要深入了解其家庭背景。这就像一幅画作的背景，决定了整个画面的氛围和深度。一个好的家庭背景可以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就如同肥沃的土壤滋养幼苗茁壮成长。因此，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未来的家庭和子女负责。1. 家庭关系复杂、不和谐的家庭。电视剧《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和冷清秋，他们的爱情在浪漫的激情中萌发，但最终因为家庭背景的巨大差异而走向破灭。金燕西出身于豪门世家，家族关系错综复杂，而冷清秋则是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女。在爱情的甜美面纱下，金燕西与冷清秋结为连理。然而，当生活的琐碎袭来，金燕西却无法妥善处理与冷清秋家庭的关系，矛盾犹如野火燎原，愈演愈烈。最终，两人无奈地走到了离婚的结局。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情感的终结，更是对家庭和谐的一次沉痛警示。家庭关系的和谐，如同婚姻的稳固基石，一旦失衡，便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家庭关系复杂、不和谐的家庭往往充斥着争吵、矛盾和冲突。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缺乏安全感，性格易变得敏感、多疑。长期受此影响，他们可能形成扭曲的价值观，对婚姻和家庭产生恐惧。2. 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家庭。在缺乏忠诚和孝顺、忘恩失义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往往像没有根的浮萍，缺乏责任感和道德底线。他们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背弃亲友，如同狼一般，只知利齿撕咬，却忘却了骨肉亲情。《雷雨》中的周朴园是一个富有的矿场主，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他不仅与女仆鲁世平生下了2个孩子，还为了掩盖丑闻将他赶出家门。他对自己的妻子樊一也毫不关心，
只把它当作家庭的门面和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在家庭中，周朴园对子女也没有真正的关爱和教育。他对大儿子周平冷漠无情，对小儿子周冲也缺乏关心和指导。他对家庭的冷漠和无情，导致了这个家庭的破裂和悲剧的发生。在社会上，周朴园的名声也极差。他的不忠不孝、忘恩负义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愤怒和谴责。他的商业道德也备受质疑，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他事业的失败。最终，周朴园的自私和无情导致了家庭的悲剧。他的子女纷纷离世，妻子樊一发疯，他自己也孤独地度过了余生。这个家庭因为他的不忠不孝、忘恩负义行为而走向了毁灭。3. 道德观念混乱、不健康的家庭。一个家庭的道德观念是塑造孩子性格和价值观的基石。它不仅决定了家庭氛围，还深刻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轨迹。若一个家庭的道德观念混乱、不健康，孩子就像航行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难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他们可能混淆是非，对道德界限模糊不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原本是一个富家子弟，但家庭的道德观念混乱、不健康，让他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他终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最终导致家道中落，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个故事像一面明镜，反映出道德观念混乱、不健康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家庭的道德观念就像一座指引灯塔，照亮孩子前行的道路。它教会孩子分辨是非，懂得感恩和尊重，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同理心。一个拥有健康道德观念的家庭，能够培养出有品格、有担当的孩子，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坚定前行，勇往直前。4. 懒惰成性、沾染恶习的家庭。勤劳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而若一个家庭的成员懒惰成性、沾染恶习，那么这种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缺乏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自律的精神。他们可能习惯于依赖他人，无法独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生活优渥。他的父母都是懒散成性的人，整天沉迷于娱乐和享受。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方鸿渐也变得懒惰不堪，缺乏进取心和责任心。当他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他无法克服自己的惰性，最终走向了失败的人生道路。懒惰成性、沾染恶习的家庭会给孩子带来消极的影响，限制他们的个人发展和社会成就。以上这4种家庭是我们应该避免的。这4种家庭环境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和后果。在选择伴侣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对方的性格、才华和品行，还要了解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未来的家庭和子女负责。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家庭的负面影响并非完全不可逆转。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我们可以克服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